这里是灵幽界，修者们居住的地方。所有修炼的弟子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飞升成仙，而我呢，却连灵根都没有，更别提飞升了。我叫空豪，我相信只要有一天我赚够了买法器的灵石，我一定也可以成为真正的修者。大家看看这衣服，有没有很心动，很喜欢呀？快来啊！这条裙子现在只要19个灵石。没错，只要19个灵石，这条漂亮的飞仙裙啊，你们就可以带回家。谁要？来，举手！飞仙裙都卖完了，就这么点儿，离要买的法器还差不少吧？我早有准备。这不是，这手串虽然很珍贵，不过呢，对我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把它卖了换钱要紧。有你的呀！诸位请看，这个手串啊，可不是一般的手串哦。大家看啊，这条手串呢，可是咱们灵幽界第一修者众喜真人佩戴过的。众喜真人大家都知道吧？他武功盖世，当年带领流光宗鸾凤峰的弟子降服北固山8大尸王。灵幽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手串就是他曾经呢。敢挡我们老祖的路，那就找死！好了，不要吓到百姓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家都看什么呢？玉霄门那个嚣张跋扈的元婴老祖。废物！我的形象都被你给毁了。哎，这不会是要当街抢银男吧？小相公，好身段啊！截停我的遗照，是不是倾慕我的容颜呢？刚刚我有没有吓到你啊？你挡路了。啊，那不如我请你喝杯酒，给你赔不是啊！这位前辈，请自重。小仙子，想多管闲事啊？那又怎样？可以。好。好啊，好。只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管得了。我管不管得了不要紧，但我师父一定管得了你。哦，你师父是谁呀？望通真人。哦，原来是望通真人的高徒啊！云华门出手，看着老祖还怎么嚣张？我看你也就是个小小的散修，还敢在本老祖面前大放厥词，是不是在找死啊？其实呢，我没有什么灵力，肯定打不过他的。待会儿我数1、2、3，咱们就跑，明白吗？还没打就跑？能跑打什么呀？就凭你，也敢跟我抢男人？3跑！哎，你追！不追！快！你长得真好看，他们没有怎么着你吧？你可有受伤？我没有。幸好。快！嘘！快点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灵力进来？怎么会这样？灵力充沛，好神奇啊！哎，你别动，万一被人找到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怎么会如此神奇？松开！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哪有想干什么呀？我只不过是想要保护你来着。你干嘛松手嘛？再装会儿呗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你还是自重一些。我好歹也是救了你的性命，
抓会儿手怎么？你现在跟那个人没什么区别。那区别可太大了。那个元婴老祖，他可是当街强抢民男，还想轻薄于你。我，你刚才那个举动跟他有什么区别？也是。啊，对了，你看着不像我们雍城人，来玩的吗？哎，是师姐，是她的飞讯符。刚刚我让她去叫人了。哎，你待会儿可别跑散了，我还有事儿要问你。走。站住！那边！小相公，又见面了。见到你，我可真高兴。前后有人，跑是跑不掉。死丫头，又想搬救兵啊！这一次你可没有这么幸运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没想到小相公不仅长得俊俏，还有几分本事呢。对付你还用不到本事。真是御花门的人。师兄，算了，咱还是别追了。哼，亏他跑得快。师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才多亏他出手相助。你没事吧？刚刚太惊险了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。你灵力不济，我不出手怎么办？师妹，这位是？在下流光宗的。哇，原来是流光宗的高手啊！师妹，你又偷偷溜出来惹事，要是让师傅知道，咱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走，赶紧走。多谢这位侠士出手相救，我们宗门里还有些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哎，就是啊，师兄，我还没跟人家说谢谢呢。放心，没事的，我就跟他说几句话，师傅呀不会发现的。我还有很多的事想问问你呢，我想想啊，静心书铺，你等我。公子，结果，哎呀，我就解个手的功夫找不到你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静心书铺，来这干嘛？咱们不是说要找那个邪修的吗？我还要等一个人。啊？什么人啊？什么人能让公子等？二位公子要买什么书吗？妙笔客吧。对不起，公子，这妙笔客的书啊，很久都没有客人买了，所以啊，我也很久都没有进货了。要不公子看看其他的书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师妹，你连灵根都没有，还敢偷偷下山？遇到邪修怎么办？别怪师兄无情啊！这次必须罚你禁闭了。怎么还有结界呢？出门啊，师妹。我就是想去那个院子里面逛一逛，这屋子里太闷了，我出去透透气而已。不是说让你关禁闭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，又想偷偷溜下山玩去啊！给我好好待着，别动歪脑筋。就是。走。哎呦。公子，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肯定是不来了呀。我答应了他。二位公子，不好意思啊。
要不你们明天再来吧，小店要打烊了。要打烊了啊！哎呦，公子，要打烊啊！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之前那人给我长了不少的灵力呢，不知道靠谱不靠谱。试试。哇，真的靠谱啊！什么靠谱啊？师傅。嗯。师傅，是您回来了。嗯。原来是你打开的，我还以为我灵力变厉害了呢。谁厉害了？当然是师傅厉害了。听说挨打了？哎呀，也没有那么夸张啦。走，师傅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们去干嘛？报仇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要找元婴老祖报仇吗？以为师的修为啊，他10个也不是为师的对手。为师瞬间就能让元婴变成元宵。可是他要是耍赖呢，使诈呢？所以说我们要搞偷袭。呀！哎，师傅，你怎么了呀？你在这等着为师啊，千万别走开，为师马上就回来啊！千万不要走开呀！老祖，干嘛？查到小相公了。查到了，在清泉客栈。小相公，天哪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师傅，我去救人了，乌烟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公子。哎，你不是来找你的。哎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啊？哎，来不及跟你说了，他们就要来了，你赶紧跟我走。你不危险？哎，什么危不危险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呀？老祖，小相公人呢？客栈掌柜说他们跑了。给我找！挖地3尺要把人给我找出来！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在那边。这次不用你出手，你放心，看我的。那边，站住！糟了，又有人来了，快走！这儿啊，风大，你注意一些。无事献殷勤。殷勤？我只是觉得自己爽约了，想弥补一下。抱歉啊，之前是有事情耽搁了。既然是有事耽搁，那便算了。对了，你需不需要调息啊？怎么就突然说起调息了？看他这模样，甚是古怪。为何要调息？就当帮帮我嘛。把你手给我。调息要我手干什么？其实吧，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，我没有灵根。你没有灵根？因为吧，我没有灵根，就没有选法器的资格，更别说飞升的机缘了。所以你之前才会那样。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
我只要一触碰到你的身体，就周围的灵气全部都向我涌过来，进入我的体内，然后我就灵力暴涨了。我就是想能跟你多接触一下，这样我就能多长一点灵力。但是，我也不能白占你便宜嘛。我们彼此调戏一下，我能长灵力，你呢也可以调理一下你体内的灵力，一举两得。可是大概是因为我太废物了，所以必须要一直握着你的手才行。胡扯！听着确实怪离谱的，不过是真的。这么多年我在灵幽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。你会不会是另有企图，所以瞎编这么个理由？我虽然你长得还算挺好看，但是我还不至于如此吧。箜篌啊，我的徒儿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你师傅？完了完了，师傅发现肯定要抓我回去了。别偷偷摸摸的，出来！我不想回去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关我什么事？我不管。走。哎呀，箜篌，箜篌！天都亮了，师傅应该已经回去了。睡着了，那是不是不会被发现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趁我睡着强行调息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这不是你好我也好的事情吗？而且因为你，我之前也长了不少的灵力呢，说不定我现在也不比你差。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，否则别逼我用强。用强？你试试。你还真是胆大。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急需要长灵力。不行。这对你我来说都是好事嘛，拜托拜托。不行。嘿，公子，这怎么还抱上了呢？你是什么人？你管我什么人啊？啊，你就是云华门的小丫头吧？啊？怎么样？哦，公子已经查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咱们再仔细想想，咱们真的要这么硬闯啊？不然呢？我们先冷静一下，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呀就3个人，那里面呢有多少人啊？最起码30个。对嘛？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是不是逃跑要比硬闯来得更合适一点？这已经逃了1晚上了。就是逃什么？闯进去！等，你先前给了我灵力，你千万不要出手了，很危险的。那你的意思是你能打？对，我也不能打，所以呢，那我们这3个人里面不就只剩下那个了吗？那他能行吗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是吧？还是看不起我们鸾凤峰？就是。对啊，鸾凤峰是流光宗最厉害的。那他们玉霄门还神气什么？他们不过是你们流光宗旗下一个小小的组织而已啊。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？我要是想起来的话，我还带着你到处东躲西藏干什么呀？咱们啊，不用怕他们了。小相公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1晚上了都没找到人，真是一群废物！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要你们有什么用啊？云华门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云华门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我跟他们没完！我们云华门来啦！哼，是要找你们呢，自己上门了。慢着，
怎么了？死到临头了，有话要说。你知不知道这2位是谁啊？小相公，那个不认识。错，他们啊是你们的祖宗。哎，不是，是祖宗。对对对，是你们祖宗流光宗鸾凤峰的高手和高手。没想到小相公不仅长得俊俏，还有一身本事，原来是鸾凤峰的高手，我真是更喜欢你了。哟，怎么，你不怕？我为何要怕？就因为流光宗是我们玉霄门的主宗，我就要怕？你还真是可笑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们玉霄门可是仰仗流光宗的庇护，才得以成为灵幽界第1少。话是没错，可小相公也别忘了，我玉霄门一年向你流光宗进贡了多少钱财，你也得掂量掂量。若是玉霄门凭借对流光宗进贡，便可在这灵幽界为所欲为，那这附庸，我流光宗可以不要；这钱财，我流光宗也绝对不留。小相公好大的口气啊，真让我喜欢。可你不要忘了，玉霄门跟流光宗互相敬重，互不冒犯，是你们宗主当年亲口说的。当年宗主是这么说的话，所以即使今天是众喜真人站在我面前，也要对我礼让3分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哼，疯了！也就是说，今天众喜真人本人到场，你也当真不怕？龙眼剑，这家伙的剑这么火燃？属下知错了，真人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我亲眼所见，你说这是误会？边儿去！哦，灵狐，给他捋一捋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。得嘞，周兴，乃玉霄门门主周仓之妹，仰仗其兄的权势，自小跋扈。3个月前，在玉霄门的地界欺男霸女，打死打伤数十个百姓，是不是你？你被周仓遣到雍城以后，依旧本性难改，借着本地宗门不敢管驻扎宗门的空子，你就暴取豪夺，迫害百姓众多，迫害了这么多人，你可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是好东西。这是冤枉我，哪有这么多人？真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。清白？你还有脸说？继续，看看，这些都是那些可怜之人的口供，有甚者无法讨回公道，险些上吊自枪。我们都是两厢情愿，他们是自愿的，真的，他们也挺高兴的。还有这个，看看，这里还有你们玉霄门弟子的口供，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。真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我哥的份上，你放了我吧，行不行啊？求你了。周仓的妹妹，我记得20不到啊，并没什么修为，你怎么回事？说，你灵力怎么回事？这可以说吗？说。我，你什么你呀？你说你吃药啦！吃药？他吃药？你吃什么药了？龙骨丸。龙骨丸？小点声！他吃龙骨丸？你行啊你！欺男霸女，你还吃禁药啊你？说，你这药从哪来的？就你们云华门那个什么界林里找清源买来的。真奇怪。又怎么了？那个元婴
明老祖他之前不是腰板还挺硬的吗？怎么你一拔剑他就怂了？哼，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公子是主。有些人吧，只是嘴硬，不能动真格的。真好，剑一拔，事情就都解决了。唉，不像我，只是想借朋友之手调戏点灵力罢了。而有些人呢，明明出手就可以帮朋友一下的，可是啊，他也不愿意出手。我们顶多是萍水相逢，算不上朋友。走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呢？公子，原因这事儿还继续查吗？你先去边上等我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跟我调戏啊？你为何会吸入灵力，我不清楚，但修为，切忌走捷径，否则必遭报应。我还有事，就此别过。增长灵力这件事的确有点乱。算了，那元婴说龙骨丸是在晋陵买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让师兄去看一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哎，真奇怪啊，师兄他人去哪儿了？不用猜，肯定是跑哪儿赚零食去了。要不我自己去吧。哎，你不跟师傅说一声啊？哎。这就是晋陵啊！我们云华门竟然还有这种地方。没事没事，晋陵嘛，顶多是有一些吓唬弟子的小妖兽。这里还有法器呢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来我们云华门晋陵做什么？邪气四溢，是邪修。怎么办？就我这点灵力，冷静，先稳住他。结阵！就这？你怕了吧？你还不赶紧扶住！完了，遇上真家伙了！你别嚣张，你等着，我叫我师父和师叔来。见邪修，竟敢在我们云华门撒野！我可没空跟你过家家。慢着，你就不怕我搬救兵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宗门的人可是很厉害的。哼，哪来的什么救兵？啰里啰嗦。是你，看见没？我的救兵来了！完蛋了！喂，你别丢下我一个人啊！等等我！师傅，师傅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出什么事情了？晋林那边。晋林怎么了？我去晋林送药的时候，发现有人进了晋林。可有人发现了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刚刚去晋林，发现晋林还升起了结界。师傅，晋林的事情被人发现就坏了。
儿去了？人呢？跑这么快？咚！这结界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你没事吧？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对了，你也是因为元婴老祖来查龙骨丸的事情吧？也是为了追邪修。那个邪修呢？跑了。那这个结界是不是他为了困住我们设的呀？这结界是我设下的。你设的？那你是为了困住那个邪修？原来如此，你好厉害啊！我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结界呢，你真是我的救兵。掌门师兄，你这脸是不是为了赚灵石，又去搞些奇怪的事情？真是胡闹！哎呀，师兄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这结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是刚到。好厉害呀！流光宗的法门。那邪修名叫九宿，3月初3屠害颍州飞灵渡15名散修，3月初9屠害平州锦绣门弟子30。啊！这就怕了？谁怕了？我可是云华门的弟子，我们平常驱魔除邪无所谓。是灵力。你不是不怕吗？我当然是不怕啊！我就是刚刚被那个声音吓到了。那不怕松开吧。流光宗的人来到我云华门，还设下了结界，恐怕近邻之中出了大事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师傅，你脸上不也是啊？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！师兄，回来，裴怀，我和望通留在这儿，你和青岩先回去。是。顶嘴！禁林里面如果那么危险的话，那他怎么办啊？他？林慧，谁在里面？箜篌说什么禁林里面有禁药的交易，他要进去查探清楚，非要到那里面去。箜篌在里面。是。你，流光宗的臭老头！你们鸾凤峰的人办大事，把我的徒儿牵扯进去。如若我的徒儿伤到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们流光宗的每一个人的头发把它干干净净，把你们流光宗烧得光光光！你这中邪的结界竟如此难破，怎么办？万一被他冲破了怎么办？要不你上，我帮你。你躲起来就是帮我。好嘞。看来今天还是逃不过于你这一战。世人都爱逍遥自在，你却这般拼命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除魔卫道的宝剑了。废话这么多，反正你今天跑不了。修止果然不同凡响。
真人，有事好商量吗？你若想活命，跟我回流光宗。哎呀，这可是我积累了多年的邪毒，和你们这些正道灵力相冲。只要你催动灵力，就会冲毁灵台。你运功的越快，死的就会越快哦。我怎么突然可以使用法器了？难道是因为刚刚？又是你这个死丫头，敢偷袭！奇怪了，你能偷袭，我就不能偷袭吗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心头血来增强灵力，你当真是连命都不要了？若能杀你，拼命又如何？你怎么样？流光宗的人呢？流光宗的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师傅，你别着急啊，掌门已经派悟川师兄去请了。请了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啊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难道他还非得沐浴更衣，焚香上表再来吗？宗和这个老小子太不靠谱了，他要是再不来，谭峰，他们还不来的话，咱们俩就想办法攻进去。师傅，咱不是刚试了不行才找到流光宗吗？对，里面关的可是你师妹呀，你就不能再想办法呀？哎呀，师兄你还是闭嘴吧！哎呀，师叔你再生气也不能拿他撒气啊！我不拿他撒气，我拿你撒气呀！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师叔。听说前面有一处非常僻静的修炼之所，灵力充盈，是我们宗门专门为高阶弟子修行补给用的。你撑住啊，马上就到了。要不你先在这等我一下，来，小心啊。小心！哎，慢点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。来，就是这儿了，你坚持住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去找师傅给你调息，等着我。来不及了。我不行了呀！哎，他伤势如此严重，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只要我一触碰到他，就能吸收周围的灵力，那说不定我可以救他，为他疗伤。
这也是为了救你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我没事，看来这调戏啊，果然是个力气活，我居然都睡着了。哎，面色红润，气息饱满，而且你伤也好了。姑娘，多谢。不用跟我客气，要不是靠你啊，吸了那么多礼。没事，我就是说啊，你伤果然好了。这个地方是我们云华门的修炼宝地，果然不得了，不得了。那你要没事的话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好。你干什么？我现在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若是能靠它再多长点灵力，说不定我就有资格去选法器了。对了，我好歹呢也算是救了你一命，你就跟我说一句谢谢啊。我素来不欠人人情，你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你都会答应我。说吧。你又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想要什么你都会答应我的吗？我就想要拉着你的手，跟我走吧。哎，松手！你灵力如此低微，力气怎这般大？到底想干什么？走！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害怕，抓着你我能安心一些。站住！松开！好，我不碰你就是。那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个要求还……只要别这样离谱，我都能答应。那也行吧。不过呀，这个要求我得先存一存，因为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你做什么呢。哎，我看画本上说你们鸾凤峰的等级呢，分为小金人、小银人、小铜人。哎，我看你也挺厉害的，你什么等级啊？你是不是小银人？我告诉你啊，鸾凤峰没有你所说的等级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金人、银人、铜人。是小金人、小银人、小铜人。啊，原来都是假的呀！不过这名字真的挺威风的，你们也可以考虑现在叫也不迟嘛。不必了。哎，到了，终于到了。这个结界是法门，我身上有伤，用不了功。可是我不行的呀。按我说的做。好吧。现在一边念口诀，天地自然，一边催动全身灵力，八方威神使我自然，元始王文普告九天。集中精神，让灵力跟随口诀的指引，流动全身经络。师兄，快看，结界开了！师傅，结界开了！那结界开了，还不赶紧跑进去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云华门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都是你没见过的。
你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就留在我们云华门多待几天，过几天再回流光宗嘛，好不好？不必了。哎呀，你跟我不用客气，你呢就在我们云华门多待几天，然后呢把我那些临危不惧、英武非凡的事迹，跟我那些同门全都讲一讲。由你嘴里讲出来的话呢，他们肯定会特别幸福的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哎，那你不留下来喝杯茶呀？不必了，谢谢你。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我身边一向危险，我们还是别见面了。哎呀，那你总有休息的时候嘛，等休息的时候我们再见不就行了？我从来不休息。你这个人真不会聊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空豪，我叫空豪。知道了。再见啊！我们一定要再见啊！空豪，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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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豪，师妹，师妹，空豪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傅，哎，师兄，师姐，师妹，甚好甚好，全胳膊全腿一点都不少啊！真的是哪儿都没伤着。哎呀，师傅，我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这个臭丫头，是想把美食吓死吗？你不要命了？没事多管什么闲事啊？还跑到金林里头来？师傅，我错了，我是真的有正事来的。哼，认错就完了。这些年你给为师闯了多少祸呀？今天为师要好好的罚一罚你，罚你把这3个月学的功法要诀都给我抄上100遍。师傅啊，3个月的功法要诀，那么一大摞呢，抄上100遍，那我不是要累死了？是啊，师叔，这怎么可能抄得完嘛？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想当年师兄被惩罚那会儿，那可是二话不说的。你是二话不说，你是二话不说就开溜。如今你师妹遇难，你作为师兄不去帮她，反而在这里给我添油加醋。师傅你别给我站住！你惩罚师妹别打我呀，师傅！哎，师傅你别着急进来是不是？哎，师傅。师妹，怎么你去了一次晋林，都有灵力了呀？这个呢，大概是因为晋林里灵力充沛。不对啊，晋林我也去过不少次，也没见像你这样灵力暴涨的。这个我知道了，那是因为师妹你基础异常的差，所以进步的格外快。师兄，师姐你看呢？你今天心情不错吧？那是自然。有了灵力啊，我终于有资格跟你们一起上课了。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开心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话了，开始上课了。上一次啊，我们讲到了跟妖兽的沟通，有的妖兽性子比较野，沟通起来费时费力不说，还动不动啊就怒气冲冲，大动干戈，而且呀，破坏力非常的惊人。空侯，空侯，空侯师姐了，空侯，师姐，空侯，空侯，太过分了，还上着课呢，要睡呀，回去睡。这是入定了，看来这孩子要升境界了。师傅，这天怎么了？看来是有人要升阶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大家不要慌，稳住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在渡劫呀？空侯，空侯也就是刚刚入门的水准啊，怎么可能在渡劫呀？这天下他的劫雷应该是不止一道啊。徘徊，你和我还有谭峰，我们3个替他扛一扛。
我。师妹，师傅，箜篌，箜篌，箜篌，哎，箜篌。这甘霖，看来是渡劫成功了。渡劫？箜篌，你这升阶升的也太不容易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嘛。你这孩子，怎能挡下一道天雷，还毫发无伤啊？就是啊，我这还叫毫发无伤吗？你这孩子吧，虽说灵力不济，但好在运气实在是好。那是，那是我徒儿嘛。我师妹。令狐，你疯狂什么？这个死狐狸又害我出草了！师兄，公子在里面没？哦，在。公子，九宿的爪牙已经悉数落网，我派人在审问了，但是并没有审出什么有用讯息。别着急，先把他们关起来，总有那么几个熬不住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不在封内这段时间，可有什么变化？啊，一切都好，只不过封里人都听说你独自追击九宿，心里还是担忧的。九宿这家伙实在是狡猾，不过还是被公子你给解决了。公子，公子！公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宗主，公子怎么样？邪毒已清。可是灵台受损已成事实，情况极为的不利呀。灵台受损，那怎么办呀？宗主，你得想想办法呀！咱们流光宗不是有很多珍贵的药材吗？一定有办法的。宗主，你就想想办法啊！令狐，仲熙，问题确实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啊。我知道。你放心，为师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师兄，如何？灵台崩损，确实很难修复。我和长老们商量了许久，都没能找出一个可行的法子。药堂里还存着黄旗真人多年前赠予的丹药，保住。不行，这孩子是咱们流光宗乃至整个灵幽界飞升的希望。我不只要保他的命，还要让他的灵台复原，保他修为不损。箜篌，为师问你，修真分几个阶段？啊，那个修真啊，它分7个阶段：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出窍、分神、化虚、大成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从入门到筑基，若平稳过渡，会降几道天雷？1道嘛。那你被降了3道，心性不稳，才会有3道天雷。这3道天雷，轻则有损修为，重则惹来心魔殒命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我真不知道呢。你这个水平也就是刚刚入门的水准呐，别人不清楚，为师还能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够从入门的水准上升到筑基？怎么会长得这么快呀？
我问你，在近邻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就是，哎呀，就是我之前不是在雍城遇到那个栾凤峰的修者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双手啊，只要一触碰到他，周围的灵力全都往我体内。什么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是真的，不然我也不会突然升阶嘛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师傅，我也没想到嘛，我以为就那么一点点，谁能想到会让我升阶渡劫啊？师傅，别转了。我觉得呀，不是近邻的问题，也不是这个玉床的问题。我跟师兄师姐们在7月峰的玉床上都试过了，也还是不行。孔豪，你要干什么？师傅也还是不行，看来啊，只有栾凤峰那个修者才可以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你也不知道问题所在吗？灵幽界之大，当然是无奇不有喽。哎呀，算了，师傅，咱们就别琢磨这个了。反正我现在也升了境界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看你还挺高兴，这件事情不得有半点马虎。如若今日没有我们帮你拦下3道天雷，若他日你还能有这么幸运吗？到时候我看你该怎么办。对了，那个栾凤峰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忘了问了。这个家伙到底修的是什么歪门邪道啊？我竟然从未见过如此离谱之事啊！师傅，这箜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前2日怎么突然升了境界？这丫头几斤几两，我可清楚着。按理说还没到可以筑基的地步啊。这2日，你见他可有何异样？没有啊，他会不会背着我们偷练什么秘法呀？在这灵幽界，除了我的龙骨丸，还有什么可以在一夕之间让修为暴涨的秘法呀？师傅，他肯定是在近邻里找到了什么。刚刚你也说了，只有服用龙骨丸才可以做得到啊。要不是他多事，也不会断了元婴老祖这条财路。如今又靠为师龙骨丸灵力暴涨，一个废物，什么好事都让他占尽。等着吧，为师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个呀，是5味庄的糕点，我可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，快尝一下。箜篌，师姐，我来了，来坐。慧儿啊，怎么天天往我们这儿跑？哎，有好吃的我能不来吗？是吧？就是。箜篌师妹，给我。箜篌师妹，哎呀，箜篌师妹，你在就好。怎么了？嗨，我师傅他呀丢了个甲虫，那可是他千辛万苦从漠北背回来的，在世难求。我们门内上上下下翻了个遍，这头2日你不在，我们也不敢叨扰。这不你刚好回来了吗？我们呢就特意过来拜访一下。让他们找，不然啊，还说谁拿你们东西呢？好，云冲师兄，请自便。每个角落都看一看啊。哎，坏了要赔的。师兄，小青，这大中午的把人都叫到这儿来，干嘛呢？害我连午觉都没得睡。今日，我将掌门师兄及诸位长老请来，实有一件关乎我云华门纲纪的要事，要跟诸位商量。前些日子，
我的府内丢失了甲虫，我便发动人四处在门内寻找，一直没有下落。可今日，却在空侯的洞府内发现了这种东西。竟然是龙骨丸！没错，正是龙骨丸。此药虽可短时间精进修为，但如若服食者心性不定，很有可能会走火入魔，甚至爆体而亡。故灵幽界100年之前早已明令禁止。空侯，你的庄帘中为何会有这种东西？清源，你这个老杂毛，你居然胆敢污蔑我的徒儿！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。就是，我们刚刚都在空侯屋里，他房间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空侯，我来问你，前些日子，你可是生吃筑基？是。你天生没有灵根，入门10年，修为却连入门3年的弟子都不及，怎又能骤然生吃筑基？那是因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你渡劫那日降下3道天雷，如若你正常修炼，心性稳固，怎又能如此呢？师兄，我的徒儿品性我最清楚，他绝对不会胡乱服食丹药的。望通师兄，您平时对空侯放纵宠溺，我想大家伙都看在眼里。可现在，已经纵他是无法无天。现在你若跑过来包庇维护，何以服众？师兄，我请求重责空侯，将他逐出师门。小青，这龙骨丸，咱们灵幽界可是明令禁止，市面上已经好些年没有出现过了。空侯素日里也只是在雍城行走，何以得来此物呢？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前些日子，玉霄门为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。据我所知，那管事的尚且年幼，根性不佳，修为却已至元婴。弟子常年研习丹理，自知此事有所蹊跷，便派人暗中打探。果然，这元婴服用了这违禁的丹药，正是龙骨丸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还私自炼出了这种丹药，借着玉霄门的名义，做着暗中贩卖的勾当。你的意思是，空侯是从玉霄门得到此物？不对啊，我记得惩治玉霄门一事，空侯还立了功呢。那我想，他是怕事情败露，贼喊捉贼罢了。清源师叔，到底是谁贼喊捉贼啊？说，你这药从哪来的？就你们云华门那个什么禁林里找清源买来的。仅凭你的一面之词，何以服众？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痛痛快快承认的。这个呢，是我在禁林中找到的，里面啊是清源师叔你和那个元婴老祖来往和交易的信笺，而且啊还有流光宗栾凤峰的核实，证据确凿，无从抵赖。清源师叔，你要不要亲自看一看？你竟然！清源，你这个老杂毛，居然敢污蔑我的徒儿，竟然敢卖禁药！空侯，
你这次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奖赏啊？我已经命人在门外张贴告示，以资表彰。师兄，公侯立了这么大功啊，这表彰告示尽是些虚头巴脑、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来点实在的吧。小女孩的心思我哪懂啊？公侯想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本掌门便是。哎，公侯，大胆的问掌门要啊，什么飞仙裙啊、法器啊，掌门啊肯定都会满足你，最好直接要灵石玉璧什么的。师傅，我什么都不要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掌门，师傅，我想要出去历练。啊？历练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历练？历练？你连本命武器都没有资格选，你立什么练？立什么练？立什么练呀？我如今已经升了境界，那些下山的师兄师姐们大多不也是筑基修为吗？不行，外面太危险，不许去。这样吧，本掌门给你做个主，许你下山历练。谢谢掌门。哎，师兄，你们这真好看。你看这样的。见过秋霜长老。行了，箜篌，等会儿你就要去挑自己的本命法器了，这也是你破获龙虎丸一事立功的奖励。你可知，拥有了本命法器的弟子要遵守哪些规则？凡云华门弟子，需心正身直，守护宗门百姓。如若背叛宗门，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这几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。弟子谨记。进入珍宝殿，既是你挑法宝，也是法宝挑你。凡事讲究一个圆，不可强求。一旦选定，就不能后悔。从此，他就是你的半身，你最忠实的伙伴。记住，唯有互相契合才是最好的。弟子记住了。看来它不属于我。怎么跑了呀？这么多法器，肯定有一把是属于我的。哎呀，唉，我得用心好好感受一下。
是我的法器吗？我因奉守箜篌而得名，而我的法器也正好是一把奉守箜篌。我叫箜篌，你也是箜篌，我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吧。我都筑基了，怎么还弹不响呢？变大一点不就好了？不是吧？啊！我怎么还弹不响奉守箜篌？那我该怎么下山取力量？你才刚刚筑基，肯定控制不了奉守箜篌这样的法器。再说了，都废了这么多年了，筑个基都这么难，弹不响很正常。废？师姐，你看他，都说我废。师兄，你都10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会说话呀？就是，不去历练咱就不去呗，是吧？我觉得在门里也挺好。历练还是要历练的，但咱们不急于这一时嘛。对，师妹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下山去历练。公子，你要不歇会儿吧？现在身体也没好，要不这几日就别看了啊。哎，公子，你公子，今天不是刚吃过药吗？怎么现在又吃啊？不会现在连药都不管用了吧？我去找宗主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别激动，师傅。可是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奇怪了，我鸾凤风灵力充盈，怎么我调息之后反而更难受了？